欢迎回来。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在周一外长记者会上就乌克兰局势再次强调中方态度和立场。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表示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在周一的全国两会外长记者会上表示，解决复杂问题需要的是冷静和理性，而不是火上浇油、激化矛盾。王毅就化解乌克兰危机提出4点主张，还就防止出现大规模人道主义危机提出6点倡议。当天，王毅还应约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通电话。博雷利表示，现在最要紧的是停火，避免再发生大量人员伤亡。欧方支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希望中方发挥作用，鼓励促成停火，推动当事方走上谈判和政治解决的道路。王毅表示，制裁解决不了问题，升级制裁反而会使局势更加复杂扩大。当务之急是避免人道主义危机。王毅强调，要鼓励俄乌双方举行和谈，希望国际社会支持俄乌进行认真谈判，不仅要谈下去，而且要谈出停火、谈出止战、谈出和平。中方愿在力所能及范围内继续为局势缓和发挥建设性作用，也希望看到欧方将来同俄方就欧洲安全问题进行全面认真的对话。王毅外长的这个发言和表态呢，还是以我们的一贯立场，而且是我们一贯立场的这种延伸和更加详细的这样一个阐述。通过这个施压导致另一方做出有利于自己的这种选择，本身就实际上并不是一种特别长远的、是宏观考虑的这样一种这种做法。央视新闻报道称，当地时间周一，俄乌代表在白俄罗斯举行第3轮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团成员表示，与俄罗斯关于停火和停止敌对行动方面的磋商没有取得实质性结果，双方还将继续进行谈判。此次谈判在改善人道主义救援通道的物流运输上有一点成果。据悉，乌克兰与俄罗斯外长将于周4在土耳其举行会谈。各方的这种分歧还是比较大的，因为毕竟是在一个冲突之内的这样一个谈判，可能还掺杂着很多其他的这个因素所以说双方能够在短时期内达成一个人道主义救援的这样一个初级的目标，在我看来已经是往前走了一步了。当地时间周2凌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布了一段视频。泽连斯基在视频中展示了所在地点的窗外景色，并强调自己仍然处于基辅，并且无所畏惧。他表示，在没有找到实现和平的方式之前，乌方将继续与俄罗斯谈判。泽连斯基还签署总统令，召回正在境外执行维和任务的乌克兰士兵，以参加针对俄罗斯的战斗。此外，英国批准泽连斯基于周2下午5点向英国下议院宣读一份声明。泽连斯基将会通过视频连线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武器，并将再次呼吁在乌克兰上空设立禁飞区。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强调，设立禁飞区等同于向俄罗斯宣战。北约也明确表示拒绝设立禁飞区，因为这将导致北约战机与俄罗斯直接交火。美国也明确表示拒绝设立禁飞区，但美国并未停止拱火。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表示，国防部长奥斯汀已经下令向欧洲增派500名士兵以及军备力量，以进一步支援北约。目前，美国已经有大约10万名军事人员轮流或者是永久驻扎在欧洲。另据俄罗斯国防部周2发布的消息证实，美国2艘导弹驱逐舰唐纳德·库克号和弗雷斯特·谢尔曼号进入波罗的海区域，俄罗斯波罗的海舰队已经开始密切监视美国军舰的行动。乌克兰局势持续紧张，美国在乌当地的生物实验室也引发广泛关注。据悉，美驻乌使馆已紧急删除涉及实验室的信息。在周2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赵立坚回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表示，美国这些生物实验室内存储了大量危险病毒。俄罗斯还在军事行动中发现美国利用这些设施开展生物军事计划，而根据美方自己公布的数据，美国在乌有26个生物实验室和其他相关设施。美国国防部拥有绝对控制权，乌境内所有的危险病毒都必须存储在这些实验室，所有的研究活动都由美方主导，未经美方许可，任何信息
都不得公开。当前形势下，从乌克兰和周边地区乃至全世界人民的健康和安全出发，我们呼吁有关各方确保这些实验室的安全，尤其是美国作为最了解这些实验室的一方，应尽快公布相关具体情况，包括存储了哪些病毒，开展了哪些研究。两会日程过半，多项议题受到多国记者高度关注。两会1视角今天聚焦的是周一的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记者会。这场记者会堪称中国外交白皮书的精华版。境外媒体最关注的议题又有哪些？深圳卫视驻京记者王贝妮带您走进外媒视角，一起来看两会。两会时间到，贝妮带你走进外媒视角，一起看两会。在昨日举行的外长记者会上，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的问题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这是1年1度的中外记者与王毅外长的思想交锋时刻。王毅外长的不少金句都荣登了各家媒体的头版头条。第一个获得提问机会的国际媒体英国路透社记者发问。在答问时呢，王毅外长形容乌克兰危机是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并且再次重申了中国始终本着客观公正态度。这样一上来就表明了中方立场。美国 NBC 记者点出了王毅外长呼吁在俄乌局势上要进行和平谈判。美国 CNBC、AP News 也将报道重心放在了中俄关系上，称当前中国维持与俄罗斯的关系，并且引用了王毅外长的原话。中俄两国人民的友谊坚如磐石。埃菲社在会上就中俄关系以及乌克兰危机是否会影响中欧关系进行提问。那王毅外长则表示，中欧合作已经历经几十年的风雨，任何势力都不能也无法逆转。那么实质上，外媒是否得到了他们想要的答案呢？我们不得而知。但通过梳理本场记者会，我发现了一个重要数字，或许有所启示：加强团结合作，通过合作增进互信，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实际上，在100分钟的发布会中，合作这个词出现了80多次。在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的大背景下，中方强调合作尤其具有不寻常的意义。